首先我觉得就是台湾呢，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啊。他们那个就是说，别的国家这一次他们主要抗争的敌人呢就是病毒，但是台湾要抗争的敌人有很多，除了病毒之外呢，还有一个北京，天天虎视眈眈的要吞并台湾，在叫嚣留岛不留人，然后不但是有外敌，而且里边还有很多很多呼唤就是跟北京配合的这些势力，而且这势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我觉得真正的台湾在这种时候，我觉得中国呢对台湾发动的这种舆论战或者渗透战，或者叫超限战呢，其实有几波。第一波呢是2018年9合1选举的时候，也就是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那次选举。那场选举之后，有大量的假新闻充斥在台湾的这个媒体，有各种各样的中国的就是受中国影响的声音进来，所以那一次呢，这民进党选得很惨，然后呢就是亲中势力在台湾得到很大的扩张，然后呢，但是说呢。马上呢，2020年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呢，他们用同样一招想再次施行的话呢，这次呢，因为国际的大格局在改变，这个中美在完全这个全面冲突的情况之下呢，大部分台湾人还选择要跟美国对，所以说这次呢，他们这次宣传就是对台湾的。这一波攻击，2020年总统大选前的这次攻击呢，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蔡英文得了历史上最高的票的当选。那么我现在这一次就是最近这5月份台湾的这个疫情突然爆发。这个呢是他们很明显是发动的第3波攻击，这个很明显就是我看到的，光我的这个手机里边就收到了无数个批评政府而且似是而非的假消息。那么这一波攻击呢，就是我觉得他们北京是想瓦解台湾民众对蔡英文团队、对陈时中团队的信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分裂台湾。就是说蓝的骂绿的，绿的骂蓝的，这个已经很明显。然后第3个呢，其实呢就希望在台湾制造混乱啊，这个很明显。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出来要换掉陈时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陈时中团队到现在，虽然我知道他有很多很多问题出现，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平均啊，动作缓慢啊，有的时候统计不是很正，这个都是有的。但是说。至少他是替着台湾防守了1年半的这么一个1年半，全世界都被攻破了。他指挥的战斗团队比别的国家多守了500天，让台湾有个非常巨大的缓冲期间，这个是很了不起的。第二个，即使5月15号台湾里边的社区爆发感染之后，他在短短的时间之内用软封城的方式，没有使疫情扩大。这2点拿到全世界哪里都是非常优秀的，因为他已经完全进入状况了。你现在要把它换掉，不管换任何人上来，至少熟悉状况需要1-2个月的时间嘛。那样的话，台湾现在是这个疫情如救火一样啊！现在换人，我绝对要求换人，绝对是居心叵测的。那么刚才讲一下日本的这个疫苗的问题。我了解的是，日本的疫苗啊，现在这条假消息是有点似是而非了。为什么呢？就是说，确实是我了解，台湾跟日本接触的时候，就说本来呢，首先日本的疫苗也都是外国的厂家的东西，不是日本自己的国产的疫苗嘛。然后呢，台湾说我们没有疫苗，能不能救急一下？日本问过台湾说要多少，台湾说能不能给我们100万左右。这个呢，等于说日本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日本订的疫苗也大部分没有到位。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找别人要的话，你不可能说要多少，那你有的全给我，你不能这么说嘛。他确实有100万这个数字说过，但是说后来在日本的自民党的部会中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呢，日本我想到6月4号送给台湾的是124万剂，是日本中央政府能够调动的所有的疫苗。就是除了日本分到各个地方去已经施打的疫苗之外，作为预备的疫苗里边，这是所有的疫苗。当时日本自民党就是有人说，要不我们分给台湾1半，有人这个声音，我觉得这种意见也是合理的嘛。然后还有一种声音说，这个太少了，我们要不要给台湾1000万？但是1000万呢，至少要等到7月底，那么就是说来不及了。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就是把现在仓库里的所有的疫苗全部提供给台湾，
另外，跟台湾签合同的时候，是所有的为了避免一个是这个。如果有溢价的话，这需要报价，还要台湾审批，哪怕你卖很少很少的钱的话，都要走这么一个程序嘛，因为是国家买东西嘛。然后呢，而且即使买的再便宜，台湾的在野党一定要闹买贵了嘛，这上，所以为了减少这所有的麻烦，连交通费全是日本来负担，就把这个送给台湾了。所以说呢，并没有说台湾自民进党只找日本要了一点点，日本是很多，只给台湾一部分，并没有出现没有这种情况。那么今后呢，就是说如果再次出现台湾疫苗短缺的话，再和日本商量，我认为按现在的两国关系的话，也是能够比较顺利拿到疫苗的。所以这点我希望大家放心。而且这条消息传出来，据说还是一个台湾的有公职的一个人物传出的这条假消息嘛，说台湾找日本只要了100万嘛，这个就是说用了大部分的，怎么说呢？事实里面掺下关键的地方，掺入一些假新闻，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假新闻的操作模式，用这种来妖言惑众，来给台湾制造混乱，来给台湾制造民进党的，就是说对民进党的政府的不信任。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居心叵测的，所以我过去没有体会到，因为过去啊，怎么说？我在日本我也采访过在野党，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就是批评政府的声音呢，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好，被批评。但是台湾有的时候对政府的是仅仅是抹黑，仅仅是让大家不相信政府，是居心叵测的。所以说这点我们觉得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关于台湾的国产疫苗紧急授权，在这个时候，你不管是你支持它还是批评它，你都没有根据嘛。那所以现在就把国产疫苗这么妖魔化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面对中国的咄咄逼人，面对中国的全世界打压，台湾只有开发出自己能够控制的国产疫苗的话，台湾今后才能够不必要每次都向人低头，才会能找到自己的能把自己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出来。这种关键的这个战略物资，台湾一定要有，大家支持的话，台湾的这个国产疫苗才能走出去。所以说，我觉得在面对这种假消息，现在是在疫情完全控制下去之前，现在是假消息台湾的最泛滥的时期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小心。